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段子，1块钱一包的麻辣小鱼干是足疗店小鱼燃烧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退休后成为了美味。虽然明知传言是开玩笑，但品牌哥还是很好奇，麻辣小鱼干到底用的什么鱼？查了资料后才明白，原来食用小鱼基本都是海鱼，以产量大、加工方便的提鱼和银鱼为主。至于足疗店的小鱼，土耳其淡红墨头鱼最为正宗，但因成本太高，加上已经成为濒危物种，现在足疗店大多用的是罗非鱼鱼苗，不好吃也没人吃。当然，扯这些不是跑题，作为一个品牌故事 UP 主，咱们的正题还是聊品牌。现在给大家3秒钟时间想一下，麻辣小鱼干哪个品牌最常见？不出意外的话，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劲仔小鱼，线上线下随处可见，销量非常恐怖。以2022年为例，劲仔小鱼仅鱼制品单一品类就实现营收10.26亿元，为劲仔食品贡献了全部营收的70%。而劲仔食品也凭借年销12亿包小鱼干，晋升某宝海味零食第1名，成了名副其实的海王。所以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劲仔食品是如何靠一包小鱼成为鱼类零食巨头的。众所周知，湖南人爱吃辣，当地的岳阳市平江县还是辣条的发源地。之前咱们介绍麻辣王子的时候提到过，辣条创始人之一曾经就是在平江县做麻辣酱干的。巧合的是，劲仔小鱼的创始人周劲松也是平江县人，早年同样是做麻辣酱干的。1972年，周劲松出生在平江县3市镇一个贫寒家庭。15岁那年，他辍学闯入社会，找了份帮乡镇上的一家食品厂推销蜜饯的工作，骑着自行车拉一车货出去推销，一天就能赚个20多块钱。短短2年时间，周劲松走遍大街小巷，与300多家小卖部建立了合作。18岁那年，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我在当地已经有了这么多小卖部渠道，完全可以做点什么自产自销。于是平江特产麻辣酱干成为了他第一个创业项目。为了学好做酱干，他先是到叔叔的酱干厂学了几个月手艺，掌握核心技术后，立马和家人商量要创业的事情。结果家人都不支持，原因很简单，平江及周边地区的酱干市场早就饱和了，生意不好做。事实也确实如此，周劲松在当地干了几年，货卖的也还可以，但市场太饱和，赚的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1994年，22岁的周劲松决定换个思路，既然本地玩不转，那就去外地试试吧。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怀揣着3000块钱，背上行囊，从长沙出发，到宜昌，到襄阳，一路北上至河南洛阳，最终决定在洛阳扎根生产酱干。1995年年初，周劲松以60元每月的租金，在洛阳租赁了一个100来个平方的场地，开始做酱干。值得注意的是，租赁的这个场地是周劲松经过多方考究的，房东是做豆腐的，可以为他提供做酱干的原材料，这样他就不用再花时间和投入金钱开办豆腐厂了。靠着洛阳当地丰富的黄豆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广袤的消费市场，仅仅3年，周劲松的酱干工厂就实现了超100万元的产值。1997年，他模仿陶华碧的老干妈，用自己的名字和头像注册了劲仔商标，酱干业务蒸蒸日上。值得一提的是，在河南扎根之后，很多平江的老乡也在他的影响下来到河南从事酱干上下游行业。据周劲松介绍，短短10年间，差不多带动了10万老乡前来务工或创业，约为当时平江县总人口的1/10。这其中就有卫龙辣条的创始人刘卫平，北上到河南漯河创业，造就了如今的辣条帝国。但像刘卫平这样功成名就的，毕竟寥寥无几，更多的老乡是背井离乡过来务工，家庭聚少离多不说，也会影响家乡的经济发展。每次周劲松回老家，看到这种现象，都觉得很愧疚，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回馈家乡。对此，他暗自许下承诺，未来有机会一定要回去建设家乡。没想到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如果只做酱干的话，业务范围实在太小了，难以做大做强。而且河南那边随着竞争对手越来越多，酱干已经从蓝海变成红海了。2009年，周劲松决定在休闲食品领域多样化发展，小鱼仔成为第一个目标。这里的小鱼仔其实指的是湖南特色菜火贝鱼，将小鱼去掉内脏，用锅子在火上焙干，冷却后再熏烘而成的鱼。成菜的做法也多种多样，油炸、爆炒、煮汤都可以。当时在平江县已经有不少老乡在做小鱼仔生意，聚集了大大小小20多家工厂，鱼仔的供应和技术都比较成熟。最重要的是，除了湖南湖北，外地的鱼仔市场几乎是空白，是个不错的商机。另外，
支撑他这个想法的还有隔壁湖北绝味鸭脖的成功。他认为普普通通的鸭脖，绝味把它做成了休闲食品就能大卖，小鱼完全也有机会。于是他把酱干的调味方法用在了小鱼仔上，很快就生产出来第一批麻辣小鱼仔，首次推广便大卖。2010年，考虑到家乡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以及回报家乡的承诺，他义无反顾地做了又一个重大决定，带着团队、资金、技术等回到岳阳，从零开始2次创业。回到岳阳后，周劲松注册了华文食品有限公司，劲仔小鱼这个大单品正式诞生。但随后问题又来了，想要做大做强就要有特色，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呢？周劲松认为找到合适的原材料最重要。无数次试验后，他发现淡水鱼的来源和品质不稳定，口感也不够筋道，不符合休闲零食的定位。最终，周劲松把原材料锁定为深海提鱼。这种鱼以浮游生物和海草为食，体内汞含量低，安全健康，营养价值高，且是世界上单一渔业品种产量最高的鱼种，原料供应非常稳定。另一方面，提鱼体型细长，稍扁，腹部呈圆形，无棱鳞，适合小包装生产和食用。值得一提的是，提鱼属于低价值小型鱼类，由于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易氧化酸败，其鲜品的销售十分困难，早期渔民都懒得捕捉，一不小心捞上来了还要倒回海里，价格比较便宜，所以用提鱼来做小鱼仔非常的完美。具体的做法就是去头、去尾、去内脏和杂质，酱卤后即可。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大麻烦，用什么口味的酱卤呢？湖南的麻辣，外地人不一定喜欢。考虑到众口难调，周劲松干脆想了个办法，那就做多种口味，让全国哪里人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于是他带领团队跑了一遍全国，结合东西南北中各地区口味偏好，推出了南卤、北酱、东香、西麻、中辣等5种经典口味，适配绝大多数人。万事俱备后，劲仔小鱼就剩下营销推广了，比如做广告请代言，这方面湖南有着先天优势。2013年，周劲松找到了湖南卫视当家主持汪涵，成为劲仔小鱼的代言人。凭借明星效应，劲仔小鱼迅速火遍大江南北，短短几年时间就做到了休闲鱼制品第一梯队的成绩。不俗的市场表现自然引来了资本的关注。2016年，劲仔与联想旗下的嘉沃集团合作，获得3亿元人民币投资。周劲松也拿着这些钱继续扩充劲仔小鱼的生产规模和知名度。比如2018年，为了获得稳定的海外小鱼原料基地，他带领团队远赴多个国家寻找合适的海域，最终选址肯尼亚东南部海域的夸莱郡西莫尼镇，花5400万建了一个鲜鱼初加工生产基地。得益于小鱼规模越做越大，2020年劲仔食品登陆深交所主板，成为我国鱼类零食第一股，也实现了岳阳美食企业上市0的突破。如今的劲仔食品虽说是休闲鱼制品的冠军，几乎在任何商超、便利店、小卖部等都能买到，看似相当于垄断地位。但实际上，按照官方的披露，在整个行业，其实劲仔只有约5%的市场份额。主要原因是小鱼干这种零食没啥门槛，有太多企业在做，哪怕是个小作坊也能生产，很难形成几个品牌瓜分市场的那种局面。所以对劲仔来说，自己的小鱼干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另一方面，劲仔也很头疼，公司的收入中70%来自小鱼干，想要营收增长，短时间又没办法把小鱼干份额做大。因此，如何打造第2增长曲线，摆脱小鱼依赖，是劲仔一直以来的重点课题。此前，劲仔在小鱼之外还有豆制品、肉干、魔芋类的零食，但份额很一般。2022年，劲仔又倾注大量资源，推出鹌鹑蛋制品小蛋圆圆，计划将其打造成为1元级单品。从今年上半年的成绩来看，鹌鹑蛋月销已突破2700万元，整个禽类制品成长为公司的第2大品类，貌似势头很不错。但能否保持住，还要等待时间考验。毕竟鹌鹑蛋业务上，劲仔食品还需直面来自良品铺子、3只松鼠、周黑鸭、盐津铺子等品牌竞品的挤压。最后，不管如何，总体来说，劲仔鱼类零食第一股和全球销量领先的卤味零食所形成的品牌认知，早已成功占据消费者心智。虽说产品结构单一，但最起码有小鱼仔这一王牌在手，这就已经是不少品牌可望而不可及的优势了。而且目前来看，劲仔食品整体业绩增长明显，未来表现值得看好。自古以来，黑芝麻都被认为是居家旅行、强身健体、拯救脱发的必备良药。而提及最经典的黑芝麻小吃，你脑子里想到的大概率就是黑芝麻糊、
和将这个品类推向全国的代表品牌南方黑芝麻糊。广东地区的朋友对黑芝麻糊肯定是相当熟悉，毕竟在广州做黑芝麻糊出名的糖水铺比比皆是。而对其他地区的朋友来说，对黑芝麻糊的记忆应该都是那一碗由粉包加热水调出来的黑疙瘩汤。之前在维维豆奶那期节目，我们聊了维维的发展和衰落。南方黑芝麻糊和维维的发展路径其实很像，都是靠超级大单品起家，占据绝对的市场份额，又在之后的发展中陷入多元化的泥潭，业绩一路下滑。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南方黑芝麻糊，这个和维维豆奶一样同为90后记忆中的疙瘩汤品牌是如何崛起，又是如何在多元化中玩脱了的。南方黑芝麻算得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成功营销的大师级企业。1990年初，一部现象级电视剧横空出世，就是《渴望》。这部剧在当时有多火呢？据说是剧播完后，公安部亲自给导演颁发了维持社会治安最佳奖，理由是《渴望》播出时，犯罪分子都在追看，全国犯罪率急剧下降。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一则电视剧中的贴片广告“黑芝麻糊味”，小时候一听见芝麻糊的叫卖声，我就再也坐不住了。一股浓香，一缕温暖，南方黑芝麻糊让全国观众都知道了南方黑芝麻糊这个品牌。这个广告套路是不是听着有点熟悉？没错，之前我们说维维豆奶也是靠渴望打出维维豆奶欢乐开怀的广告语，红遍大江南北。当然结局也是惊人的相似，这2则广告分别都成了这2家公司在营销领域的绝唱。南方黑芝麻糊成立于1984年，这一年45岁的李经纬贷款10几万投资了一种不知名的运动饮料，40岁的柳传志则创建了一家计算机发展公司，35岁的张瑞敏刚出任青岛日用电器厂厂长。在自由的空气中，广西容县小山沟里的24岁少年韦清文也萌生了想要创业的心。韦清文降生在瓜菜代的年代，祖父和父亲是马来西亚归侨，他则是土生土长的广西容县人。中学毕业后，韦清文和那个年代大多数人一样，踩进了生产队的农田，靠挣工分讨生活。1978年，容县搬运社招收日工，韦清文抓住机会去报名，结果运气不错，当上了一名装卸工。半年之后，他转到县2轻纸箱厂当合同工，第2年转为正式工人，自此跳出农门，端上了铁饭碗。当时11届3中全会已经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韦清文的心也跟着蠢蠢欲动起来。经过一番冷静思考，他决定丢掉来之不易的铁饭碗，下海创业。韦清文拽上自己的2个老乡归侨青年李汉朝和李汉荣，又东挪西借，变卖家当，筹足了3万元资金，拉了13名兄弟当工人，办起了南方黑芝麻集团的前身广西南方儿童食品厂。一开始，南方儿童食品厂做的并不是黑芝麻糊，而是婴幼儿食品。彼时正值中国第1代独生子女潮，婴幼儿营养食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大，韦清文认定这个市场有前景。没多久，南方儿童食品厂的第1款产品赖氨酸怀莲健儿粉问世，随后厂里又陆续研发出淮山营养粉、高蛋白健儿粉等6个产品。只是光有产品还不行，还得想办法把产品卖出去。为此，韦清文亲自披挂上阵，带着销售员往周边县市跑了几10趟，一来二去，终于跑出了一些订货量。小战初捷，但对韦清文来说，他还窥视着更大的市场。不久，一个契机不期而至，全国性的副食品订货会正在柳州召开。得到这个信息，韦清文兴奋不已，带领着几名销售干将连夜乘火车，风风火火地赶往柳州。但因为迟了一点，韦清文连门都没进去。于是不甘心的他们找到参会者们下榻的宾馆，又买通了宾馆的服务员，连夜把感应出来的南方儿童食品厂的小广告贴满了各个代表房间的卫生间里。这么一来，各地代表们很快知道了有这么个南方食品厂，而且对该厂的产品印象要比那些摆在展览大厅里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产品深刻得多。订货单开始接踵而来，几天内就达到近100吨。当年南方儿童食品厂实现产值19万元，韦清文就这么挖到了发展的第1桶金。到了1987年，南方食品厂已经实现产值550万元，实现销售收入570万元，食品厂也一跃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3大儿童食品生产厂之一。1988年，南方儿童食品厂有了100多号人，生产线也增加了2条，可生产出的产品仍供不应求。而也是在这一年，韦清文开始思考产品转型。在韦清文看来，虽然南方的儿童食品已经在市场广受欢迎，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此时的儿童食品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产品同质化越来越严重。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奶制品取代营养品已成大势所趋，所以转型迫在眉睫。没多久，在一次跑市场与批发商的聊天中，对方提到现在市面上的黑芝麻糊比儿童食品好卖得多。韦清文便开始观察起黑芝麻糊的市场状况，发现当时市面上虽然有部分黑芝麻糊产品，但市场属于起步期，产品良莠不齐。他意识到这将会是一个比儿童营养品更广阔的市场。随后，韦清文不顾反对，在厂里成立了黑芝麻产品研究部，并从全国聘请7位食品专家和教授做技术顾问，开始了黑芝麻糊的研制攻关。半年后，黑芝麻糊研制成功。回望上世纪90年代的众多知名企业，如爱多、脑白金、太阳神口服液等，他们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海量的广告轰炸。南方黑芝麻糊的成功也同样如此。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韦清文花了5000元把南方黑芝麻糊申报成亚运会指定产品。当时，商品和重大盛会挂钩还是新鲜事物，某某指定产品的名头很有权威，南方黑芝麻糊顿时火遍北京。1993年底，上海市以4万元底价首次拍卖悬挂于淮海路富丽华大酒店的广告条幅，却无人问津。韦清文得知后，立即联系了上海市拍卖行，重新举办广告位拍卖会，并以4.5万元一举拍下。从此，南方黑芝麻糊在上海的销售量每年都以50%的速度递增，并利用上海国际通航重镇的地位远销海外。上海时任市长黄菊感叹：“想不到广西人也挺厉害。”当然，最漂亮的一仗还要数跟渴望绑定的那则广告。韦清文不仅花了20万元广告费，还亲自督办，从广东请来了珠江电影制片厂下属的广告公司拍摄这则广告。关于这则广告还有几个有意思的事：一是导演蔡晓明，就是片中卖黑芝麻糊的那位大婶，而那个一脸馋猫样的小男孩也不是专业演员，只是当时刚好路过就被拉去拍了广告，报酬100元。另外，这个小男孩如今是国内乐队茶凉粉的键盘手，还参加了乐队的夏天第1季。可以说，正是靠着这场营销，南方黑芝麻糊完成了华丽转身，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品牌，迅速成为火遍大江南北的知名品牌。如今，南方黑芝麻的包装和宣传上也都还是这一经典广告画面。而之后的20多年，南方黑芝麻也几乎一直在吃着这场成功营销的老本，始终占据芝麻糊市场近60%的份额。不过，韦清文并不甘心就此躺在黑芝麻糊的功劳簿上，加之糊类食品市场较小，想要发展就必须找到新的盈利点。于是，韦清文决定拓展品类。他先是进军豆粉、米粉等白色食品，可消费者并不买账，6年里亏损将近6000万。之后又尝试做八宝粥，但由于产品缺乏创新，只是模仿跟风，所以结局也显而易见。之后，韦清文又进行2次押宝式尝试。一是2011年上市，并花费巨资邀请当时还未塌房的王力宏代言的黑芝麻露；二是2016年瞄准大健康趋势，推出植物蛋白饮料黑黑乳。黑黑乳同样也找到了一位巨星代言，就是范冰冰。后来范冰冰卷入阴阳合同事件，让黑芝麻亏进去一笔不小的营销费用，黑黑乳没多久也基本凉了。理论上来说，南方黑芝麻的这些尝试都是顺势而为，怎么会没有一个成功的呢？因为南方黑芝麻糊的产品力失效了。之前黑芝麻糊之所以会成功，首先它切入了一个几乎空白的市场，培育出了大量消费需求。其次，黑芝麻糊属于一个全年龄段通吃的产品，小孩子可以把它当零食，大人能拿它充饥。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一款营养健康又不贵的食品，可以说想不成功都难。而反观南方黑芝麻后来推出的那些产品，黑芝麻露饮料也好，黑黑乳也好，南方黑芝麻糊都未能清晰地定位好这些新品的发展方向，叠加在增速已经放缓的饮料红海市场，结局可想而知。后来，也许是受到隔壁维维的启发，韦清文也开始了多元化扩张。2015年以2.56亿元收购荣州物流园，2017年花费7亿元收购上海李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同年与天成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和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天成新能源。这样盲目多元化，结果不说，大家应该也能猜到。2016年，南方黑芝麻利润暴跌，2017年开始更是连续5年净利润下滑，亏损也在不断扩大。财报显示，2021年黑芝麻亏损1.09亿元，2022年亏损扩大到1.4亿元。另外，最近几年，五谷磨坊、老金磨坊等一系列新兴品牌开始崛起，无论是在包装宣传还是产品定位上，都更加贴近年轻人的喜好。尤其是老金磨坊还开发出了黑芝麻丸这样的超级大爆款，这对南方黑芝麻来说已经是兵临城下了。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冲泡类营养品赛道最早的一批玩家，虽然如今影响力大不如前，但南方黑芝麻依然是黑芝麻糊产品里的 No.1。甚至提到这个品类，你脑子里出现的也都是南方黑芝麻糊。而且比起很多老品牌的查无此人，南方黑芝麻在互联网上还是很会整活的。像是之前有消费者说，芝麻糊的颜色和用水冲的过程很像水泥搅拌，南方黑芝麻就出了一款水泥盆和搅拌铲周边，吸引不少网友激情下单。另一方面，随着年轻人健康焦虑掀起的养生消费热潮，让本身就具有各种广为人知的健康属性的黑芝麻乘上了中式滋补零食化的东风。什么黑芝麻丸、黑芝麻饼，还有各种黑芝麻饮料，越来越多的品牌都开始围绕黑芝麻讲故事，而这也都可能是南方黑芝麻的新机会。最后，品牌哥要在这里辟个谣，那就是坚持吃黑芝麻产品是否真的能防脱发，或者以黑养黑？答案是真不能。黑芝麻产品不仅没有这种功效，而且对于那些内分泌失调的脂溢性脱发患者来说，吃太多黑芝麻类产品还会造成体重和血脂的负担，而且分泌过多的油脂更容易引起真菌繁殖，导致毛囊损伤。所以，如果你再坚持吃，甚至还在保证3餐营养充分摄入的前提下坚持吃，你能获得的大概只有额外的脂肪能量和因为加班而继续稀疏的头顶。1937年，美国人何梅尔发明了名为 SPAN 的午餐肉罐头。1941年，随着大西洋宪章的签署，在2战中已经筋疲力尽的英国终于得到了美国的援助。SPAN 午餐肉作为后勤补给之一，被首次送往前线，不但填饱了战士们的肚子，也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再之后，美国亲自参战，何梅尔的工业机器满负荷开动。SPAN 午餐肉除美军自用外，还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苏联、法国及中国等同盟国军队里。在那个大多数国家从平民到战士都吃得苦不堪言的时代，毫不夸张地说，经济实惠、运输方便、保质期长、热量充分的午餐肉简直就是无上珍馐，更是帮助反法西斯阵营取得胜利的重要物资。以至于战争结束后，撒切尔夫人称 SPAN 是战时的佳肴，赫鲁晓夫评价没有 SPAN 我们就没法喂饱军队，甚至艾森豪威尔还调侃 SPAN 的总裁，我要感谢你们，是午餐肉帮助我们打赢了战争，但你们唯一的罪行是送来的午餐肉太多，战士们都吃腻了。而如今到了和平年代，虽然人们开始追求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更好的新鲜肉食，但做法简单的午餐肉依旧经常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特别是吃火锅时总习惯来几片。所以这期品牌故事咱们就来聊聊午餐肉，但不是美国的 SPAN， 而是咱们国产的老牌子上海梅林，绝对是很多国人的午餐肉启蒙。梅林的故事要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上海。身为一座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很早就聚集了大量外国人，老外一多就得有专门服侍老外的场所，比如西餐厅，在租界内随处可见。而老外吃西餐又经常需要搭配番茄沙司及各种果酱辅料。就拿番茄沙司举例，当时上海并没有专门的企业生产，西餐厅基本都是靠进口，尤其是美国的台尔蒙牌番茄沙司特别受顾客的欢迎，长期供不应求。嗅到商机后，石永熙、戴行水等多个蔬菜商人和在法租界西餐厅工作的中国厨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做番茄沙司卖给外国佬呢？假如成功了，还能振兴民族经济。说干就干，他们很快在唐家湾租了一栋石库门房子，购置了土灶、蒸锅等工具，并雇佣2名工人开始试制。虽然设备简陋，但他们中有人是正经的西餐厅厨师，凭借高超的烹调技术，几轮实验过后，一锅上等的番茄沙司就成功搞定。送到餐馆试用后，老食客吃完也并没有感到与台尔蒙有什么异同。于是，国产番茄沙司开始在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后来在此基础上，几位厨师又推出了辣酱油、果酱、青豆、刀豆等初级罐头产品，同样反响不错。1930年7月，眼看销量初具规模，原先的小作坊已经不够用了。几位合伙人商量了一下，拿出所有积蓄，又向银行贷款，成立了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主要是因为产品面向老外。梅林2个字其实是罗马文 Marlin 的音译，但在中文层面的解释也有梅花香自苦寒来之意。梅花成林，象征吉祥、繁荣和美好。1933年，梅林改制成公司，并注册了使用至今的梅林金盾商标。同时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聘请了经验丰富的德国化验工程师指导制作，从而正式开启中国罐头工业之先河。自此，
梅林罐头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更远销畅销新加坡、菲律宾、美国等地。至20世纪30年代末，仅外销的产品就已达到126种之多。但在1937年后，由于813事变爆发，梅林在上海的厂房要么被炸毁，要么被日军占领，被迫迁往武汉、重庆等内地城市生产。另一方面，战争使得原材料来源受阻，梅林不得不砍掉大部分产品，仅留下乳品、蛋奶、番茄沙司、辣椒油等简易款。不过神奇的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梅林国内的罐头销量，依旧持续增长。主要原因是二战导致很多地方外货稀缺，加之市民抢购食品储存以应变时局，很多罐头食品厂一时便呈现出畸形的繁荣。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局面才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为战争准备的大量罐头之类物资突然之间无处可用，只好大规模低价倾销，严重挤压了梅林的销量。更麻烦的是，战后罐头的原材料和包装罐头的马口铁价格猛涨，梅林大批工厂不得不减产或停工，一时陷入了僵局。对此，梅林的领导们想到了一个办法，确立就地生产、原料新鲜、成本低廉的原则，在原料产地设分厂，从而降低运输成本，压缩开支，以渡难关。1947、1948年，梅林厂先后开设了浦东分厂、崇明分厂、塘溪分厂和台湾嘉义分厂。自此之后，梅林各种经典罐头产品重现市场，如红烧扣肉、红焖牛肉、红烧鸡、油焖笋尖、四鲜烤麸、五香河花雀、凤尾鱼等，逐渐发展为中国罐头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更令人敬佩的是，国家有难时，梅林也扛起了民族企业的责任与担当。比如，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赴朝作战的中国志愿军需要大量的物资，以梅林为代表的中国食品加工厂就紧急生产了军需罐头，为前线作战的士兵做好了后勤保障工作。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跑题了？怎么扯这么多，还没有出现午餐肉？主要原因是，开头咱说过，美国佬1937年才把午餐肉发明出来，这算是个很新的东西，并且属于西式料理，中国民间很少接触。直到二战结束后，午餐肉在战场上大放光芒，梅林才意识到生产这玩意儿的重要性。转折点发生在1957年，在经历了公司合营以及成为上海工业部下属的重点企业后，梅林开始着手研发更多的罐头制品，其中就包括午餐肉。可惜的是，尝试了之后压根儿不会做，连最基础的调味都搞不定，最后不得不找来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提供技术外援。1959年，历经2年研发，梅林厂的午餐肉罐头正式上市。罐头采用西式风味，主要以优质猪腿肉为原料，配以优质调味料，经预处理、注射盐水、滚揉腌制、装罐、密封、杀菌等一系列工艺制成，滋味鲜美，肉质鲜嫩，富有弹性，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1960年，梅林迎来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在地方财政的帮助下，换了更大的厂区，更新了生产设备，加入了上海益民食品、光明食品集团，发展势头越来越凶猛。午餐肉远销到日韩、东南亚、欧美等国，出口率达到50%，成为了海内外知名罐头品牌。至于为何后来午餐肉成为了梅林的王牌产品，其实很好理解。梅林一直都是大力开发国际市场的，为了符合老外的喜好，也就大量生产了午餐肉。另一方面，大概在80年代后期，罐头食品行业普遍陷入困难，梅林为了自救，也精简了产品线，专注于出口量大的午餐肉市场。1997年6月，上海梅林 A 股上市，成为了中国食品第一股。然而，在上市后不久，上海梅林就因为和中粮争夺梅林这个商标，引来了一系列纠纷。最终在2003年，上海梅林妥协，在自己的盾牌标志上印上了 B2 的代号，结束纷争。这也是接下来要重点科普的内容。买过梅林午餐肉的小伙伴应该会发现，在超市货架上，除了上海梅林，还有一个中粮梅林，甚至它们经常是摆在一起的。网上也因此有很多午餐肉爱好者表示，上海梅林才是最正宗的，千万别买成中粮梅林。中粮的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不如上海的。其实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简单的理解就像王老吉与加多宝的关系，根本原因还要从新中国成立时说起。那个时代背景下，进出口被视作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事，必须建立国家统一管理的以国营外贸企业为主体的外贸体系。大白话就是，企业想要出口必须经过专门的平台，而上海梅林本身没有出口资质，而又非常依赖出口，只好把品牌转给当时的中国食品进出口公司中粮前身，以中粮的名义帮忙海外销售，梅林自身仅提供产品，出口代号 B2。
就这样持续了30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后，企业出口不再需要专门的平台，上海梅林开始和中粮协商拿回商标自己干，但中粮却直接拒绝了，死活不愿意放弃。上海梅林始终没能从中粮那收回商标，于是后面就出现了两者共存的局面。中粮梅林找了重庆一家代工厂贴牌生产午餐肉，上海梅林则还是原来的配方、原来的味道。早期两者共存的时候，包装和商标几乎一模一样，确实难以分辨。很多冲着上海梅林买的顾客，一不小心就买成了中粮梅林。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上海梅林为了做出区分，对商标进行了修改，在盾牌上加了一个当年的出口代号 B2， 以证明自己的原汁原味。总的来说，上海梅林就是梅林本家，产品种类多，口味丰富。中粮主要是得益于解放后获得梅林品牌，在具体生产方面采用 OEM 模式，相对差点意思。最后来说说上海梅林和中粮梅林的现状。在营销上，上海梅林是想尽办法强调自己是真正的正统，中粮梅林则是直接蹭，让消费者傻分不清楚。比如在某东上，梅林自营店有2个，他们俩都没标明属于上海还是中粮，区别是中粮梅林后面多了个空格。另外，在终端售价上，同样克数的中粮价格也会更低一些。即使这样，整体数据上目前来说，无论外销还是国内零售，都是上海梅林卖得比较好。说到销量，其实个人消费者买的比较少，无论是中粮还是上海，供应的大头基本都是以火锅店为主的餐厅，而且整个梅林品牌市场份额近年来也在不断被侵蚀。很多新入场的品牌，例如长城小白猪、宝藏小猪以及猪掌门等，不仅在肉含量上死磕，还花大力气运营品牌，甚至价格也更低。梅林花了近1个世纪建立的品牌护城河，可能就要被新品牌重构了。